这个小鸭蛋有点狠，一伸手就是一个过肩摔，小翻滚再次放倒一人。接着小脚丫的超级大脑，小画能用图画预测未来发生的事，但却不会说话，是个哑巴。小樱能发出超强音波控制物体，小曼能控制时间，但自己行动却是慢动作。警报声在此刻响起，小美逃跑时还撞到了学校的老大。六姐下令把所有的门让小樱用招，她轻轻发出声波，把保安们做成人梯，几人排成队形。路飞把小轮子眼睛发出夺目的金光，汽车摇摇晃晃飞过人群的头顶，但小樱控制不了方向，后面走来，冷冷的下了必须要抓住他们的命令。她的眼神充满了邪恶。孩子们在车上聊从天上飞下，幸运的是安全着陆，并且落到了小美外婆的家里。这老妇是一个传奇，他是超级英雄的教练，他把孩子们带到一个训练场，这是团队中第二猛的存在，一言不合就进入鲨鱼狂暴模式，谁惹他不开心他就会龇牙咧嘴，就连撒气都得把小红人按倒在地，一顿小炮拳。只有小美能劝住他静下心，其他人也在训练中有了出色的成长。作为最冷静的小美做起了领导者，因为往往有绝活的都要被没绝活的人领导。这天小画通过画板预知了附近有飞船，几人在一片野外真的找到一艘，而那外星生物也是刚刚离开，几人一块跑了上去，而慢动作还在那磨磨唧唧。两只生物奔着小曼快速追去，路飞小手一伸把他拽了过来，下一秒关闭舱门，那触手不停敲击着飞船。关键时刻小鱼上去按了启动按钮，飞船才得以起飞。他们飞向天上的外星总部，几人悄悄潜入了飞船的内部。路飞通过大蛇丸之术伸出脑袋，用来探测飞船的地形，见什么没有怪物，几人开始前行。可走到一半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，那地面竟然开始碎裂，一只触手从地面弹出，一下一下的弹。小美领着团队开始逃跑，突然地下再次弹出一个触手，小樱又用出了绝招。他们来到了飞船的中心，在这里几人居然见到了 M 国的总统，原来总统已经和外星人联合了，他们要统治地球。这时身后的门突然打开，正是那学校的老大六姐。这个性感火辣的女人竟然是外星人，她早早的就来到地球做起了奸细，触手一出控制住孩子们，他们被扔到了一个封闭的屋子。六姐还把小鱼的水给抢走了，因为有水的小鱼太过可怕。她看了眼小花的画板并没有拿，因为那东西只能预知未来而已，转身把门一锁走了。小鱼很生气，因为没有水她没法用超能力。孩子们开始互相抱怨起来，他们毕竟都是孩子。此时小美却说他们会关在这里一辈子，说不定还会被杀掉，他们永远没法见到父母。小屁孩们流出了很多眼泪，原来小美是故意把他们弄哭，让小鱼收集眼泪做出钥匙，把钥匙一插门开了。但刚出去团队就闹了矛盾，小能认为这没能力的人不适合领导自己，他带着小便去单独行动了。小能走出去没多远就被人抓住，另一边小团队也被拦住去路。小美开始指挥战斗，让慢动作先上小樱开始唱歌，小黑的武术功底也非常之猛。这一刻小鱼进入鲨鱼模式，在他的重手下无一不到。最终他们再次来到飞船的核心位置，但是核心却需要芯片钥匙启动。这时小画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一直是哑巴的他竟然说话了，原来他才是最终的 BOSS。他一直潜入几人中探测敌情。另一边小泉早就到了飞船的控制室，六姐抓住的其实是会变脸的小便。原来小美早就发现了小画不对，因为上飞船之前那画被小美看出不对，而走的那两人也是她安排的。只见小画在画板上画出一只怪兽，小怪兽瞬间变大扑向几人，画笔不停地动，无数的怪兽从画板飞出。另一边六姐带人去抓小泉，只见他一会起飞，一会变身成大铁块，甚至用出了闪电的能力，这就是小泉最猛的全能力者。小鱼控制着水，路飞变成皮筋，水变成3个飞镖扔过去，皮筋发射3个怪兽被射中，小鱼再次用飞船的液体变成一只大鲨鱼。这一刻他化身成为鲨鱼骑士，一口就干掉了2个小卡拉米。小美让路飞弄了一个绳子，他自己小心地走到绳子的中央，下面则是万丈深渊，2只怪物向小美爬过去，小美对着路飞做了个斩杀的动作，怪物和小美一块掉了下去。关键时刻路飞再次出手，小美被救回。另一边小伦用200的智商制造出打开飞船的点火芯片，没想到小花一出手芯片掉了下去，路飞伸手去够却不够长，这时小曼直接跳了下去，因为他的慢动作很慢摔不死。另一边解决3人的小泉瞬间回归，他启动超能力到了下面，然后起飞把小曼带回。几人把芯片放进了飞船的核心，那一扇门慢慢打开，一个庞大的队形走了出来，正是小英雄的父母老英雄们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给小英雄们安排的一场测试，他们希望小英雄们快速成长接管力量。小画说在他的星球上就是由孩子做主，他希望将来地球也是一样。几天后小英雄们继承了父母的力量，他们将去太空维护宇宙和平。